需要为了钱多花钱，你就要跟我相亲嘛，什么什么各种约我出去。我是不接受他了，刻意的去疏远他了，然后就这样产生矛盾了。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炸过我们家一次，第二次是在我车子下放三角钉，第三次是往我家泼酸。火光很大，我就尖叫了一声，然后我赶紧就是说，当时整个手都动不了了，就是成了一个鸡爪的样子，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的。2025年10月15日早上7点50分左右，湖南永州，一位名叫思思的32岁女主播带着5岁的女儿准备出门，在家门口的鞋架上，她发现了一个快递包裹。她没有买过东西，也许是妈妈买的，也许是朋友寄的。她拿起包裹，想看看上面写的什么。下一秒，爆炸发生了，火光和冲击波瞬间吞没了她。她的脸、脖子、左右2只胳膊被严重烧伤。站在她身后的女儿，小部分头发被灼焦，书包上也被烧出了几个黑点。一切只发生在几秒钟之内。那个快递里装的不是商品，而是一个自制爆炸装置。而把它放在思思家门口的人，就在几十米外看着她倒下。2026年6月8日，这起被媒体称为女主播被伪装快递炸伤案的案件，在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。检察机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被告人刘某强提起公诉。庭审持续了3个多小时，法院宣布择期宣判。庭审的这一天，距离思思第一次拒绝这名男粉丝已经过去了2年多。今天就请跟随小薇一起走进这起女主播思思被炸伤案。故事的开端要追溯到2022年。那年夏天，32岁的思思是一名短视频平台的主播，拥有 7.9 万粉丝。她最初是一名跳舞主播，后来转做户外直播。为了获得更多流量，她会打开本地推流功能。正是通过这个功能，同城粉丝有机会刷到她的直播间。刘某强就是通过同城定位刷到她的。27岁的刘某强，湖南祁阳人，和思思同镇不同村。成为他的粉丝后，他会默默观看，偶尔互动。在思思眼中，这只是一段再普通不过的粉丝与主播的关系。2个人加了微信，但并不频繁聊天。当时的思思并不知道，这个通过屏幕关注他的男人，会在日后以怎样的方式闯入他的生活。2023年七夕节那天，思思和弟弟的女友在祁阳一个广场户外直播卖花。直播过程中，他提到了自己的大概位置。刘某强看到了直播，循着画面里的地标，直接找到了线下。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出现在思思面前。他走过来，提出要请他吃饭。思思犹豫了一下，考虑到他从2022年就开始看自己的直播，算是一个陪伴型粉丝，加上弟弟也在场，便答应了邀约。4个人吃了一顿饭，总共花了120多块钱。这对思思来说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粉丝见面，但对刘某强而言，或许是一次越界的开始。2天后，刘某强在微信上发出一个让思思措手不及的要求。他问：“你是想直接见个面，还是我直接带媒人上门去你家呀？”他直接提出了相亲，还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万里挑一的红包。思思愣住了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刘某强谈恋爱。2个人之间没有过暧昧，没有过承诺，甚至连经常聊天都算不上，他怎么就想到要相亲了？思思开始尝试委婉的拒绝，他不好把话说得太绝，做主播的有时候确实不想得罪粉丝。他给对方发了消息：“兄弟，你约我约不出去的。”但刘某强似乎根本听不懂拒绝，他不仅没有停止，还曾在思思的朋友圈评论说，女主播都是榜一大哥的，暗讽他因打赏才会搭理粉丝。事后他也就这句评论道过歉，但思思已经不想再理会。他还开始留意思思的每一次直播地点，
然后直接找到现场，在远处偷拍他，把这些视频发到短视频平台上。思思要求他删除，他没有理会。思思逐渐感觉到一股说不出的压力，这个人像一条看不见的藤蔓，缠绕得越来越紧。他不再回复他的消息，把他拉入了黑名单。刘某强感受到了冷落。8月29日，他在微信里对思思发牢骚说，自己刷礼物刷到了28级，现在连游客都不如。这是思思第一次看清一件事儿，在刘某强的逻辑里，他刷过礼物，他就是有资格的人。被拉黑之后，刘某强并没有退出思思的生活，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。他开始在网络上对思思进行侮辱和诽谤，他用思思的照片和视频剪辑出丑化的内容，发到短视频平台上，用粗俗的语言攻击他。他还频繁联系思思的粉丝，试图破坏他的声誉和直播事业。他还曾多方打听到思思父母开的店铺是一家棺材铺，找上门去，表示愿意出16万元娶思思，承诺先给4万元，正式交往后再付余款。他就要跟我相亲，我一直挺震惊的，也挺惊讶。我就说，其实我是拒绝的。当时我觉得我的身份的话，我不想得罪人嘛，毕竟他也是支持我的。然后我就说，就是当时意思很明确，就是说不会和他相亲嘛。然后他就通过我直播呀和拍摄视频的地点，就一路问到了我爸妈店铺去。然后那是第2次见面，当时呢就拍了我的视频和照片。就发，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呢去丑化我，就是 P 一下吧，就是骂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只要是第三视角的拍我的视频的，他都会说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。思思只觉得荒唐，没有理会。为了平息事态，2024年8月，思思做了2件事。刘某强此前在直播间刷过价值约1000元的虚拟礼物，思思将自己到手的600元退还给了他。另外还退还了那天一起吃的那顿饭的一半费用，同时再次明确表示希望刘某强停止纠缠，不要再去纠缠我了，我愿意把钱退给他嘛。他拿了钱之后还在做这个事情，我就去报警了嘛。我说希望他停止这种行为，我没有办法了。警方就说让我去走民事诉讼嘛。思思想的是，我把你花的钱都还给你了，我们之间总该扯平了吧？但他错了。刘某强的手段继续升级，他从线上走到了线下，从言语骚扰转向了实际行动。2024年的一天，刘某强出现在思思父母经营的棺材铺门口，拍下了思思的照片，再次丑化后发布到网上。思思的父母只知道女儿被一个粉丝纠缠，却不知道这个人已经悄悄潜入了他们的生活半径。思思的忍耐到达了极限，他做了每一名被侵犯权益的普通人都会做的事儿，他起诉了刘某强。2025年6月，他以人格权纠纷为由将刘某强告上法庭，诉求是停止侵权、删除诽谤内容、公开道歉、赔偿精神损失。在法院调解下，刘某强需删除相关言论、公开道歉，并向思思支付侵权赔偿金3000元。思思以为法院的调解至少能给这件事儿画上一个句号，他不想为难刘某强，同意了调解方案。但法院的调解书到了刘某强手里，并没有换来停止，他的回应方式比之前更加危险。一个执意要报复的人，法律文书非但不是他的休止符，反而成了他心中仇恨的燃料。从2025年5月开始，刘某强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骚扰的范畴。他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，一共实施了4次报复行为，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加严重，也更加接近犯罪。2025年5月某日，刘某强用从网上购买的物品自制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。凌晨时分，他把这个装置放在了思思附近棺材铺的大门横梁上。他没有当即引爆，他在等待。当天白天，思思正在棺材铺门口直播时，刘某强通过他的直播间确认了时间，他在远处按下了遥控器。炸弹炸了，棺材铺的大门横梁被炸裂，钢筋崩开，当场戳到了思思直播时撑的伞。
爆炸还炸断了电线，店铺断电。思思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吓了一跳，但他和家人都以为是电器故障引起的意外，并没有把这件事和刘某强联系起来。2025年8月，刘某强购买了三角钉，一种尖锐的专门用来扎轮胎的金属装置。他趁思思在某地直播时找到了他的车，把三角钉放在后轮下面。思思发动车子时，轮胎被扎穿。思思以为是在路上压到了什么东西，也没有多想。2025年10月4日，刘某强的行动比前2次都更加大胆。他摸清了思思家的结构，通过连廊的窗户向思思的卧室里喷射氢氟酸溶液。这是一种强腐蚀性液体，俗称化骨水。溶液喷射到窗户上，溅到了床上，落到了地上，甚至滴到了思思正在充电的手机上。手机屏幕保护膜被部分腐蚀。思思当时在客厅，突然听到卧室里传来砰的一声，接着冒出白色烟雾。他跑进房间，看到地上有一滩不明液体，他以为是物业修水管造成的，去问管家，去调监控，什么都没查到。他还是没有怀疑到刘某强头上。在这连续3次异常事件中，思思每一次都没有往刘某强身上联想。他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因为被拒绝相亲做到这个地步。2025年10月14日晚上9点49分，一名戴着帽子和面具的男人出现在思思家门口。他把一个包裹放在鞋架上，转身离开。监控画面里看不清他的脸，但他的身形、步态，思思事后一眼就认了出来。那是刘某强，他在包裹里放了一个自制爆炸装置，外包装伪装成普通快递。当晚，他开车从祁阳来到冷水滩，完成了这次投放。次日上午7点50分左右，思思带着女儿出门，当他拿起包裹的瞬间，爆炸发生了。法医鉴定结果为轻伤2级，思思本人对这个结论提出异议，认为自己的伤势属于重伤程度，已向警方申请2次鉴定。爆炸发生后，思思被紧急送往医院，诊断结果触目惊心，面部为深2度烧伤，手臂为深3度烧伤。思思向记者描述治疗过程时，用了一个让所有人心碎的比喻。他说，每次清创都好像有钢丝球在搓他的肉，疼到发抖，要靠止痛针和安眠药才能入睡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在法庭上，刘某强从头到尾没有诚恳道过歉。他承认了4次作案的事实，但拒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检方指控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他辩称与思思存在情感纠纷，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构成故意伤害罪。他甚至把整件事的起因描述成思思骗了他的感情，而当庭看到思思受伤的照片时，他还笑了。思思回忆道，他在庭上的态度很不好。听到感情纠纷这个说法，思思当场打断了他。他说，我有证据证明我跟他没有感情纠纷。他向法庭提交了自己与刘某强的完整微信聊天记录，那是他2年里受到的全部骚扰和拒绝的证明。然而，最让思思痛苦的可能不是受伤本身。案件被媒体报道后，他的评论区里出现了一些刺耳的声音。有人说他一定是做了什么，惹恼了对方。有人说他拒绝人家还收人家礼物，有人说他自己也是故事的另一半作者。2026年6月8日，一审庭审结束的那个下午，天空下着雨，思思手捧开庭资料，独自一人从法院走出来。那一天距离案发已经236天了。庭审结束后，他去了江边，对着江水大声喊着加油，然后说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靠山，他会重新振作，好好生活下去。加油！这个案件至今还没有迎来最终的判决。
我想，择期宣判的那一天，刘某强一定会为自己2年多来的行为承担法律上的后果。在这些等待宣判的日子里，思思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，一个普通的拒绝怎么会惹来这么大的恨呢？思思说，他追了我1年，骂了我1年，我退了他刷的1000块钱，换来的却是家门口的炸弹。这句话里有对刘某强逻辑的困惑，也有对自己遭遇的无力。从2022年直播间里的一个同城推送，到2025年家门口的炸弹，这段跨越2年的纠缠，回过头来看，不过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。一个人说了不，另一个人不接受。专案人员调查后，在起诉书中记下了一条清晰的时间线。2025年6月，人格权纠纷调解赔偿3000元。此后，刘某强变本加厉，先后实施4次报复。法院的调解书没能阻止他，退还的600元没能阻止他。那句“兄弟，你约不出去我”，他大概到被捕时也没有听进去。在法庭上，刘某强辩称自己只是想吓吓思思，可他大概从来没想明白，你在人家卧室里喷腐蚀性液体，在家门口放炸弹，这种吓凭什么要让别人来承担？一审虽然已经结束，但对思思来说，真正的重建才刚刚开始。他在江边那句对着自己喊出来的加油，声音不大，分量不轻。就让我们一起祝思思早日康复，愿她和女儿此后余生平安无恙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，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